芳芳老师你好。你好，肖战。我在看完曹禺先生的作品之后，我最大的感触是特别的真。那作为一名青年演员，我也想向您请教一下，真是否是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？那如果是的话，曹禺先生的作品以及他作品里面的角色所表现出来的真，是要传递给大家什么呢？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，就是“真”这个字啊，我觉得是在我的生命中，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珍贵的一个字。真，真，我想是包括真实、真诚。真诚，我觉得是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精神、我们的情感。真实呢，对于演员来说，可能更有一种形。在形上的一种意义吧。刚才台上演了这个《冬之旅》的一段，在《冬之旅》里有一句台词是这么说的，是说没有一条道路通向真诚，真诚本身就是道路。前些天呢，我因为一点事情去了得到的他们的办公楼，我在墙上就看见了这句话。正好那天那个罗振宇罗总也在，后来他就说他是看了《冬之旅》，对于这句话非常有共鸣，就放在了他们的办公楼的墙上。真诚，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会让我们觉得最向往的一种状态。我觉得作为你刚才问到，我的父亲曹禺，他的真诚是怎么来表达的呢？作为一个人，不可能每时每刻每句话都是绝对真话，都是绝对发自内心的。我觉得这个我们所有生活在社会上的人都会明白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觉得他是用他的眼睛看，用他个人的情感去经历、去感受，用他的头脑去思考，然后用他的笔把他的那份真诚倾注到他的作品里。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剧作家最大的真诚。至于说到真实，你说到第二个问题，我觉得就涉及到真实，就是你说到他戏中的人物，是吧？就是他那种真，是吧？我觉得是，其实我觉得那种真吧，是一种对人性的最深的开掘。就是在他的作品里，我的感觉，我相信观众也会有同感。或者包括你看了剧本，包括大山也看过央华演了他的戏，实际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。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善，也不是没有恶，是吧？像刚才《冬之旅》有原谅，有宽恕，也有怨恨。我觉得，实际上，我觉得我爸爸的作品里，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人物他的真就是他的样子，就是他是一个像李石清那样心怀怨恨的一个人，或者像雷雨、北京人里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，都是他们本真的样子。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他作品中的所谓人物的真吧。是。那对于您而言，创作的核心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其实我也被问过，是这样问的啊，就意思就是说，你写东西是什么促使你去，什么使你想写啊？后来我当时没有回答出来，也是在一次采访中，我当时没有回答，因为我一下想不出来这个你所谓的这个核心哈。后来我回家自己问自己，想来想去，我想到了一个词是困惑。我觉得是困惑使我想写，就是我一个作品中，它真正的核是什么呢？是疑问，就是我觉得在生活中，其实我们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，就是当我们觉得非常幸福的时候，
我们特别高兴、无比欢乐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去思考，不会去思索，我们就是高兴，我们就是享受这一刻，享受这个当下。但是当你遇到了困境，有了麻烦，有了痛苦，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应该怎么办？我怎样才能不再痛苦？我觉得这个时候人自然会冒出一些疑问来，困惑、无奈。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我，如果说是作品的话，我觉得是作品里的核心吧。这个核心就是提问。我觉得一个作品创作的过程就是一个提问的过程，就是一个向答案靠近的过程，一个寻找答案的过程。明白。那在观看话剧的时候，您会觉得话剧是一项面向大众的活动吗？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，这个问题。我觉得首先，大众哈，大众我觉得有2个意义，一个就是不同的人，是吧？也许是我编剧，你演员，或者是一个打工者，或者是卖菜的，是吧？我觉得都是属于大众。再有一个就是数量上，是吧？很多人和比较少的人。我觉得话剧、戏剧是不挑选观众的，是观众来挑选戏，是观众来挑选戏剧。如果比起这种所谓的商业大片儿，是吧？我们的话剧、我们的舞台上的表演，肯定观众的受众是不可能那么多的。对了，因为他是活人嘛，是吧？我们活人一天演1场，顶多2场就，那比起那些电影，它可以从早场放到夜场，对，是吧？所以，但是我觉得这恰恰是戏剧的一个它的优势，就是因为它可以更独特的来表达他所想表达的，这些创作者们可以更独特的来表达自己的对于生活的认识和感受。大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欢迎所有不同的人，可以有各种文化水平的各种人都可以进剧场，但是喜欢不喜欢，我觉得这是由观众来选择的。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剧目。对对对。那我还想请问，一些经典的剧目在适应时代的发展的时候，会不会去做一些调整，甚至是改变呢？这个也是因为我父亲是曹禺，所以也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啊。我觉得首先是什么是经典，是吧？我觉得经典不是我说这是经典，你说这是经典，这个没有用。经典是由什么决定的呢？我觉得经典是由时间说了算的，就是它活得长，它的生命长。一个戏演了10年，演了10几年、几十年，甚至上百年，我觉得这个时候，那自然它就是经典了。比如像莎士比亚的戏，是吧？但是你说它要不要根据时代改变呢？这是肯定会有改变的。但是有一点我想说，就是经典它之所以是经典，就是它经历了漫长的岁月，还让不同年代的人愿意去演绎它，愿意重新的去把它呈现给我们当今的这些我们活着的人们。我觉得这就说明它有不变的东西，就是它的力量，它的生命力有它不变的价值在那儿。但是肯定我们由你来演，或者当年比如由赵丹先生来演同一个角色，我想肯定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体验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觉得变化是自然而然的，但是经典永远是经典。特别好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您的作品《冬之旅》讲述的是2位老人之间的救赎与宽容。那在您的书里我也看到了，展现了很精彩的过往故事，然后也有很多人生精彩的旅程。那我特别想请问您，剧中2位老人最后给出的答案，是否也是您对过往生活的答案呢？刚才张悦老师也谈到了这个《冬之旅》哈，就是实际上当时写的一些我心里的想法。我们大山
也是冬之旅的演员之一呢。那个，实际上我是这么想，我想，刚才张悦老师他谈到的我就不谈了，他没有谈到的我倒想到一个是反省，就是实际上，人是需要反省的，就是像这个，不管是老金还是陈其香，你想去原谅别人，或者你想去请求原谅，这个都是要经过反省的。那个，我记得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话，就是没有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。我想这个话其实对我们今天真的是很有益的。我们有时候做了一些事情，或者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们有时候会很困惑。实际上，我们应当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。所谓为什么，就是要反省自己。我想《冬之旅》这个戏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就是要我们能够更多的反省。这样我们就会获得一种解脱，我们就会能够更好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周遭的人。明白，谢谢汪峰老师的回答。好的，谢谢。好。我一直在听他们说话哈，就在想，这个剧场是一个浓缩的世界，然后戏剧的现场就是活人和活人相互之间的这种碰撞，所以戏剧始终是跟人、跟生命在一起的。它表达人的困惑，它替人寻找答案，它帮我们认知人性、认知自己，它帮我们找到宣泄、抚慰或者力量等等等等。戏剧当然是要跟年轻人在一起的，因为年轻人